大家好，欢迎收看 Xlise 基础教程的第2章第1节。这一章会详细讲解 Xlise 的主要功能，通过实例学习如何借助 Xlise 提供的 API 能力实现 Excel 文档的读写。本节课将会讲解单元格赋值、设置样式、添加表格、图表等方法，包括对 Xlise 中15个 API 的使用。通过一个创建学生考试成绩统计表的例子，带大家学习如何使用 Xlise 创建 Excel 报表。首先看一下这节课的目标，在这个学生考试成绩统计表中包含数据、公式、合并单元格等功能。我们先来设置基本的数据。首先会用到创建工作簿、设置工作表名称、单元格坐标组合、暗行赋值和另存为这5个 API。在课程目录下创建一个第2章第1节的目录，然后把会用到的元数据和图片资料先准备好，然后打开 VS Code 编辑器，创建一个 main.go 文件，声明 package 名称为 main， 然后声明 main 方法。接下来我们调用 Xlise 提供的 new file API 创建一个新的工作簿，保存文件，然后打开终端。这里我们运行 go mode init 初始化模块，然后运行 go mode tidy 安装包依赖。接着我们声明一个工作表的一个名称为成绩单，然后我们修改默认的 sheet 1工作表的名称。这里会用到第2个 API set sheet name， 第一个参数是原工作表名称，我们把它修改为 sheet name。接下来我们调用保存的方法， F 对象上可以调用到 save as， 保存为 book1.xlsx 文件，处理一下错误的返回值。好，我们保存文件，运行 go run man.go 会生成一个 book1的工作簿，然后用 Excel 打开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工作簿里面包含一个名为成绩单的工作表。OK， 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单元格进行赋值。我们先声明一个2维数组，数组元素的类型为 interface 类型。这里面我先把预先准备好的数据粘贴过来，接着进行元数据的准备，为 string 类型的文本添加双引号。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行的标题、考试成绩统计表和考试名称、基础科目、理科科目都是在合并单元格里的。由于合并单元格时呢，合并区域仅保留左上角单元格的值，其他单元格的值将被忽略，所以这里我们把其他单元格的值声明为零值 null。在完成单元格数据的声明之后，我们便利这个2维数组。暗行赋值时需要指定起始单元格坐标，使用 join cell name 进行计算。接着调用 setSheetRow 函数进行暗行赋值。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2个参数是刚计算好的起始单元格 start cell， 第3个参数是数组的地址。然后保存运行这个程序。用 Excel 再打开，可以看到已经设置好了单元格的值。接着我们继续为单元格设置公式和合并单元格操作。这里用到了共享公式，它是存储公式的一种更高效的方法。将 K4 到 K9 区域的单元格设置为与 K4 共享公式 sum E4 J4， 来为每个学生计算总分，这样就不需要为每个学生对应的总分单元格依次设置公式了。保存代码，然后执行该程序。用 Excel 打开保存后的文档，可以看到已经设置好了公式，并且 Excel 可以自动计算单元格的值。接着进行合并单元格操作，我们定义 merge cell range 为一个2维数组，声明4个合并单元格区域。然后便利该2维数组，调用 merge cell 方法依次声明工作表名称、单元格起始坐标和合并单元格结束坐标。保存代码之后，运行 go run man.go， 打开所保存的 book1 工作簿，可以看到合并单元格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为单元格设置样式，并设置列的宽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考试成绩统计表这个单元格，它的背景颜色为浅蓝色，并且文字样式为居中对齐。我们创建一个这样的样式，通过 new style 方法来进行创建。
它的参数类型是 style 类型。声明 alignment 来设置对齐方式 ，horizontal 为 center， 代表水平方向的对齐方式为居中对齐。fill 字段为 pattern 来声明纯色填充。填充颜色，我们使用 RGB 的色值在 color 字段当中进行指定，这将返回一个 style 1的样式 ID， 该 style ID 可以被复用到其他的单元格上。接收并处理错误的返回值，接着调用 setCellStyle 函数进行单元格样式的设置，通过声明工作表的名称和单元格区域的起始坐标、结束坐标和刚刚创建的样式 ID 来进行设置样式，保存代码，然后运行这段程序。再用 Excel 打开生成的文件，可以看到考试成绩统计表这个单元格背景颜色和居中样式已经设置成功了。接着我们为合并单元格区域设置居中的样式。首先还是通过 newStyle 方法创建一个文字居中的样式，获得 style ID 为 style 2。接着将这个样式设置到3个合并区域单元格上。保存代码，执行该程序。打开生成的工作簿，可以看到合并单元格区域的样式已经设置好了。接着我们来设置列的宽度，我们调整从 D 到 K 这8列的宽度，通过 setColumnWidth 函数进行设置。这里我们设置列的宽度为7，设置完成后保存代码，运行该程序，重新打开文件，可以看到列的宽度已经设置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创建表格和图表。在 Access 当中呢，我们可以用 addTable 函数来创建表格，使用 addChart 来创建图表。首先来创建一个表格，我们通过声明工作表名称和表格所在的区域坐标以及表格格式的参数来创建表格。可以通过 TableName 来指定表格名称，然后通过 TableStyle 来创建声明表格的样式。我们这里使用浅色主题，然后接收并处理错误的返回值。接着保存并运行该程序，打开保存的文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表格生成好了。我们接下来创建图表，通过 addChart 方法声明所在的工作表名称以及图表所在的区域。第3个参数是图表的具体的格式参数，我们通过 type 来声明创建一个柱状图表 ，series 来声明图表所引用的数据源区域。Format 参数呢，可以指定图表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比如说X Scale， 我们将图表横向拉伸为 1.3 倍的宽度，接收并处理 addChart 函数所返回的可能潜在的错误，保存并运行该文件。打开保存后的文档，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为考试成绩生成了一个图表。如果我们想关闭图表当中的图例项，我们关闭图例项的参数即可。如果我们想添加图表的标题，通过 Title 这个参数进行指定。我们可以看到成绩单这个标题已经被添加到图表当中了。接着我们向工作表当中插入图片，并设置工作表的视图属性。通过 Access 提供的 addPicture 方法来插入图片。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2个参数为图片的左上角的单元格坐标，第3个参数呢是图片的路径，第4个参数是图片的格式属性。通过 X Offset 来指定水平方向的偏移量， Y Offset 是垂直方向的偏移量。然后我们设置图表横纵向的缩放比例，缩放到原来尺寸的 20%。接着接收并处理 addPicture function
所返回的可能潜在的错误异常。由于我们插入的是 PNG 格式图片，我们还需要导入 Go 语言的 Image 官方包，然后运行该程序，打开可以看到图片已经被插入到了对应的位置。然后我们来设置工作表的视图属性。通过调用 Xlise 所提供的 SetSheetViewOptions API 来设置工作表的视图属性。这里指定工作表名称、视图索引以及相关的视图属性参数。这里我们调用 ShowGridLines 为 false 来关闭网格线，接收并处理可能返回的错误，保存并执行该程序。打开所生成的文档，可以看到网格线已经被关闭。接下来我们为工作表设置窗格，冻结工作表的前3行，实现滚动学生成绩的时候表头不变。我们通过 Xlise 给我们提供的 setPanes 方法来设置窗格。首先，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为窗格设置的相关参数，接收并处理返回的 error。声明 freeze 为 true 来开启窗格冻结。通过 ySplit 参数为3来声明纵向冻结前3行。接着保存并运行该程序，打开所生成的文档，我们可以看到冻结行已经设置成功。好，那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